顶头上司不做人，把下属饭搭子弄死了，气得下属连夜跑路，直接投入敌对组织怀抱。事情还得从4年前说起，这个时候的太宰还是黑手党的干部，每天都嫌弃敌人太菜，这也都干不掉自己。久有织田作之助却知道太宰是港口黑手党最年轻的干部，他的血腥战绩就连敌人听到都毛骨悚然。可惜太宰一心求死，他认为人类既恐惧死亡又追求死亡，所以他想要一生一次无可代替的死亡。此时另一位酒友坂口安吾走了进来，让织田作不要惯着太宰。他刚刚结束了今天的工作，安吾也是港口黑手党的情报人员，高度机密有关的消息都是经由他与外界交接的，所以这人脑海中藏着很多跟黑手党有关的情报。3人其实都是黑手党的成员，只不过织田作是最底层的普通人员，一般处理的都是一些杂事，不过太宰反而更感兴趣。织田作知道自己相当于组织里的万金油，麻烦又没有好处拿的活儿就是归自己管。3人时不时会在酒吧聚头，不一定每次都能碰上面，但一来二去却成了好友，也会为他们的相聚而干杯。太宰还让安吾拿出相机拍照做纪念，3人都有一张照片，最后3人一起拍了一张照片，因为太宰想纪念今天3人一起把酒言欢。织田作没有想到太宰一语成谶，那张照片成了他们最后一次合照，因为没过多久3人中间就有一人死了。身为底层人员的织田作突然被首领森欧外叫去了办公室，一进门就看见森欧外在给爱丽丝换衣服。织田作决定装作什么都没看见，森欧外立刻恢复了黑手党首领的威严，并表示让织田作去找一个人，而且这个任务非织田作不可，因为失踪的人是情报组织的安吾，昨晚突然失踪，不知是被绑架还是自己藏起来了。而安吾可是港口黑手党的重要情报人员，脑子里全部都是黑手党的机密，一旦叛变足以令他们被其他组织摧毁，但安吾也是他重要的下属，所以万一出事他还是愿意派人去救的。于是他写了银之手谕交给织田作，在行动中织田作可以靠这个命令调动包括干部在内的所有成员。他听说织田作和太宰的关系不错，并表示太宰很聪明，再过几年或许能杀他篡位了。织田作只当自己没听见，可就在他转身离开时，森欧外却突然问他为何身上配枪却从不杀人。不过织田作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此时黑蜥蜴的老爷子广津柳浪发现了组织成员被杀，港口黑手党存放军火的地方被盗窃，负责这起事件的人是干部太宰。他把游戏丢给了广津，自己开始检查尸体确认死因，又查看了监控照片，立刻判断这群人乍一看像是无组织的流浪汉，但实际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并且在其中一人身上看到了欧洲的老式手枪灰色幽灵，他昨天晚上也见到过这把手枪，看来这群人在盗窃之前还声东击西引开了他。这次被盗窃的军火库是重度机密之一，只有预备干部级别的人才知道仓库密码，不知是叛变还是情报泄露。但昨晚太宰手下的人审讯了抓到的敌人，得知这个组织叫 Mimic。 此时织田作也开始调查安吾的情况，先是去了他一直居住的酒店，关于安吾的身份非常的神秘，没人知道他的过去。而此时织田作看见酒店上方有一个通风口，于是打开通风口，在里面找到了一个箱子。就在这时他突然预感到自己会被子弹击中，于是一个翻滚躲开了攻击。看来敌方还派了狙击手埋伏，织田作立刻带着箱子抓人，并打电话告诉太宰让他拦住狙击手的退路。太宰没有要织田作的银之手谕，表示自己抵达之前让织田作不要轻举妄动。织田作立刻赶到巷子，果然看到了埋伏的人，不过他并没有开枪打中对方，而是射击地面警告对方不准动。可身后又出现了别的成员，看来两人都是冲着箱子而来的。此时太宰一声蹲下，织田作立刻照做，闪光弹炸开，其余成员立刻持枪扫射敌人。太宰吐槽他真会给自己添麻烦，明明只要织田作想，完全可以轻松解决两人。原来织田作的异能天衣无缝，可以预知5-6秒之后的未来。太宰没有给这群人留活口，反正活下来了他们也会咬毒自杀。但织田作并不是责怪太宰的意思，他在这个组织是一个异类，明明加入了港口黑手党，却奉行生擒不杀，因为这种麻烦的信念反而被黑手党其他成员找茬。太宰看他们这群人身上都带有灰色幽灵的手枪，看来这就是这个组织证明身份的东西了。织田作也是这个时候才知道组织名叫 Mimic， 看来他们得调查安吾究竟是怎么被盯上的了。太宰听说这个箱子上锁，立刻掏出了一根铁丝轻松撬开，结果发现
里面放了一支灰色幽灵的手枪。如果这是证明身份的话，那安武究竟是谁？太宰表示现在不好妄下结论，或许是安武调查情报收集来的，也有可能是这群家伙为了陷害安武而伪造的证据。但太宰却说，昨天安武和他们碰头的时候，说自己去收集了情报，其实是谎话，因为安武包里从上到下放着香烟、便携雨伞、相机以及收获的古董钟表。昨天东京确实下雨了，但安武的裤腿和鞋子没有湿，那雨伞一看就不像是只淋了几分钟，安武至少在雨中等待了30分钟左右。而昨天回去的时候，安武开车送了他一程，车上并没有换洗的衣物，看来安武并没有去收购东西，而是和某人洽谈了30分钟，然后又去了别的地方消耗时间才来和他们碰头。像安武这样的情报人员最喜欢在雨天路边交谈，如果安武是情报组织有个人秘密，那只要他说这是不可透露的，两人都不会问，可他却不惜伪造不在场证明，也要隐瞒这次秘密碰头。没想到这个时候 Mimic 的成员就站了起来，他的枪口指着太宰，没想到太宰不但不怕，还往前了一步，告诉对方既然活不了了，不如拉着自己这个干部一起去死。织田作想阻止太宰，伸出的手却没能抓住他，眼看敌人就要开枪，织田作先拔出枪口打中了他的肩膀，随后其他成员立刻开枪扫射了此人。太宰却说他刚才只是在演戏，因为他判定这个人根本打不中自己，因为这个人明显是个左撇子，可刚才却是右手持枪，还站都站不稳，这种老式手枪不顶着额头是不可能打中人的，他只需要说话拖延时间，让对方更加疲劳，织田作就会出面帮他摆平，但太宰的额头却被擦伤了。他告诉织田作安武的事情就拜托他了。织田作有一家经常光临的咖喱店，而且还收养了5个孩子，有咖喱店的老板来照顾，太宰也知道这个地方，而且还会经常来吃咖喱，就是这家咖喱辣得吓人。不过织田作却挺喜欢，太宰吐槽他在港口黑手党绝不杀人，还收养了2年前龙头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织田作把孩子们的生活费交给店长，他知道太宰过来找自己是想谈 Mimic 的事情。据说这个组织被英国的异能机关中塔骑士追杀，从欧洲狼狈逃窜来到了霓虹，选择流亡海外，想必有人带路，而这群人看起来像训练有素的士兵。太宰说这个组织的头目拥有强大的异能，太宰已经把这件事上报给了首领，并且获得了应对 Mimic 的任命，已经设置了好几个陷阱。按理说这种国际异能犯罪组织应该是由政府机关出面，内务省异能特务科才是负责这个的组织。太宰说这个组织一般不对外公开，而军火库的密码泄露很有可能是安武干的，如果假设成立，安武或许真的叛变了组织。太宰接到电话，有老鼠上钩了， Mimic 的成员冲进了赌场抢设备，结果那里已经被搬空了，一进门他们就被催眠瓦斯放倒，而这群人竟然选择拔枪自杀了。太宰又去调查了港口黑手党专门洗钱的账房，3年前安武被黑手党招揽的时候就在这里工作过，环境不错，织田作都想调过来了，但管理账房的老人却说一般年轻人坚持不到3天就跑了，因为这里实在是太枯燥了。织田作查到安武2年前曾去欧洲出差，目的是为了和当地的赃车中介谈合作，难道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的双重间谍？账房是织田作和太宰第一次见到安武的地方，那个时候正好是龙头战争期间，他俩奉命处理战死成员的后事，主要是回收死去成员的身份信息，免得沦落到政府手里成为针对组织的枪。但太宰却发现安武在整理死去成员的生平，在安武看来人不是数字，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这里面的内容绝非一句死亡就能糊弄过去的。他自作主张的记录了死于争斗的84人，一开始首领觉得很没有意思，但后来却将其视为掌握全体成员底细的宝贵情报。织田作对太宰说，如果好奇可以把安武带去酒馆，但安武一心只有工作，而2人身上正好沾了淤泥和臭味，直接唬了安武一身，这家伙受不了，干脆就放弃工作去了酒馆。3人反倒成为了好友，而之前催眠瓦斯抓到的人1人当场自尽，另外3人被带了回来，并取出了牙齿里的毒药。然而其中1人提前醒来夺枪，见此情景，芥川直接下令射杀，杀死了抓到的人。芥川问太宰有什么问题吗？太宰阴阳怪气，就是他们设局抓到的人，但凡留一个活口，他们就能提前掌握敌对组织情报，而现在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线索。芥川表示就算不问情报，他也能轻松搞定敌人，结果直接被太宰揍了一拳。芥川的体力很差，当场吐了血，而太宰从旁边拿起手枪，他说自己不是在听芥川解释，如果是织田作把芥川从贫民窟捡出来的，一定不会抛弃芥川，而是耐心教导他。但是太宰自认为自己的正义早就被抛弃了，在他这里没有用的下属会被直接放弃。不过芥川却用屏障挡住了子弹。太宰表示这不是挺能干吗？都说了他的能力不能光去蹂躏敌人，还可以用来防御，但此前芥川从来没有成功过。太宰表示现在不是成功了吗？如果
果下次再失败，会打2顿，再给他5枪。然后他让下属们赶紧调查尸体，不管是什么都必须要查到。太宰叹气，这种情况但凡是织田作在，事情都不会变得这么闹心。下属说他听说过织田作，这个人明明是黑手党，却不敢杀人，可太宰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路人。太宰说手下弄错了2点，第一，同路人并不是胆不胆小的问题，第二，他们最好不要惹怒织田作。如果织田作一旦生气，这个房间内所有人还没拔枪，估计就会被杀。他一旦动手，没有黑手党是他的对手，就连芥川再过100年也比不上织田作。结果这句话导致芥川惦记上了织田作。晚上，太宰终于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找到了线索，并打电话给织田作，让他前往某个地点调查。因为他在那群人的鞋底找到了阔树叶，仅凭一片树叶就找到了敌对组织的地点。织田作潜入废弃别墅，想调查阿武叛变组织的事情。他知道太宰的人等会儿会过来，所以想在这之前勘察一下现场，因为他有一股预感。果然一上楼就发现安武被绑了。安武让他离开这里，因为这里是敌人的腹地。他也知道安武为什么会纠结，因为 Mimic 已经发现安武是卧底了。是的，组织成员都以为安武叛变，但其实安武是奉首领之命潜入 Mimic 做卧底。对方之所以狙击，是因为想隐瞒那把枪，但明明他们可以去狙击首领，之所以没去，是因为安武没有暴露首领在哪。准确来说，安武给的情报都是首领递出来的。安武让织田作快跑，因为这里到处都设置了炸弹，而织田作已经扛着安武离开了。他的异能能够预知到几秒后的爆炸，于是在冲击波到来之前，直接带着安武从窗户跳了出去。安武坦白，知道他卧底 Mimic 的事情只有首领。织田作说，即使他不知道，也会来救安武。安武表示，他要把情报交给首领，因为敌对组织想完全摧毁港口黑手党，而 Mimic 的领头羊叫做纪德，他的异能非常恐怖。安武让织田作千万不要和对方对上，而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上次大战的残兵，他们得了战后 PTSD， 无法习惯脱离战争后的生活。此时树林中滚出一个皮球，织田作下意识捡了起来，他预感到上面有毒，但为时已晚，因为触碰了球才预料到的。他的天衣无缝确实可以预知未来，但一旦已经中了圈套就来不及了。看来设局的人很了解他的异能。这个时候织田作还想让安武快逃，安武低声告诉织田作，刚才关于 Mimic 的相关情报都是真话。他很谢谢织田作救了自己的命，并表示如果还有机会，他想和2人再喝一次酒。随后就跟着这群装备正规的人离开了，而且还约好在老地方。想起此前3人调侃的时候，织田作叹气，看来这一次自己也翻车了。织田作曾经有本非常痴迷的小说，但因为始终找不到下一册，很是焦虑。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叔告诉他，如果你想看到下半本，为何不自己续写呢？从那时起，织田作就放弃了杀人，只是他有些记不清大叔的名字了。织田作被太宰救了回来，说安武跟着另一支黑色部队离开了。太宰表示那支部队应该是第3方势力，可以先放着不管，现在比较危险的是 Mimic， 对方已经在城市中制造混乱，太宰手下的芥川正在负责镇压。在太宰看来，芥川是一把无鞘之剑，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成为黑手党最强的异能者，但现在必须得有人教会他掌握分寸，并表示明天黑手党会召开5大干部的会议，说是调动黑手党全部战力出战。就在刚才，芥川的队伍遇到了袭击，没想到织田作竟然也套上了枪，他觉得自己亏欠太多。太宰的下属因为自己遇到危险，所以他要过去帮忙，但在太宰看来，所谓的亏欠其实根本没人在意，而芥川对用枪的人并不感兴趣。他此时也见到了 Mimic 的首领纪德，纪德嘴里总是唠叨着想解放灵魂，芥川想向太宰证明自己，所以立刻和纪德打了起来。但纪德躲开他的攻击，就说能够解放自己的人并非芥川，这家伙甚至能用枪打碎他的攻击。芥川震惊，难道他也有异能？而此人在反击的同时还能伤害到芥川。纪德说太宰过几年或许能成长成很厉害的异能者，但他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本来芥川已经准备等死了，没想到这个时候织田作出现了。纪德震惊地看向织田作，因为他手上的枪被打掉了。织田作举着枪蹲下身，扛起受伤的芥川就跑，而纪德在后方露出了诡异的笑容。织田作却感受到芥川要攻击自己，原来芥川一直记恨太宰说自己过100年都比不上织田作的事情。他是一个扭曲的太宰出，只想获得太宰的认可。可织田作明明只是一个小混混，太宰却把织田作当作朋友，他挣扎着想要攻击织田作。织田作叹气，这可不是内讧的时候，于是一拳打飞了芥川。这个时候纪德却找了过来，织田作发现对方竟然能够瞄准自己，而且不管自己往哪个方向走，看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纪德却说他有预知未来的异能，他认为两者的异能都是相同的，但是只有织田作能够埋葬他，希望织田作能在这里杀死自己。但织田作拒绝了，他是来救人的，他对杀人不感兴趣，只想平淡的活下去。但在纪德
看来，死亡才是最重要的。他只想和织田作认认真真的打一架，然后追寻自己想要的死亡。这就是他和下属如同幽灵一般游荡的梦想。见过想要钱的，没见过找死的。织田作说自己也有个梦想，想脱离港口黑手党，住在能看见大海的房子里，成为一名小说家。放下枪，拿起纸笔，因为曾经有人对他说过，写小说就是写人，杀戮者是无法书写人生的，所以他放弃了杀人。被拒绝的纪德一怒之下瞄准了后方的芥川，织田作立刻扑过来挡住了子弹，他身上还穿了防弹背心。纪德表示，这一次他也先放过织田作，但总有一天他会把织田作拖下战场，他们之间必定会拼个你死我活。太宰吐槽敌方组织搞出一堆事情，就是为了求一场盛大的死亡，倒是让他觉得挺稀奇。不过两人也知道想拿到更多的内部情报，最好还是从安武那边下手，于是两人直接去了以前常去的酒馆，毕竟安武也说过会在那里见面。两人一进门就看到三泉镜花和安武在一起，安武也是费尽心思甩掉了跟踪者，他叹气，本来还以为再也没机会来这里喝酒了。太宰吐槽，卧底人员还挺多愁善感哈，原来安武在加入黑手党之前还有一个身份，是国家秘密机构内务省异能特务科的特工，负责监管港口黑手党的动向。虽说这个组织管辖着国内所有的异能者，但要是和港口黑手党全面开战也讨不到便宜，所以他们只是管理并非歼灭，这才派出卧底来监视黑手党的动向。而这个时候 Mimic 的任务出来了，这个计划登陆日本的异能犯罪组织让特务科头疼不已，于是让安武利用港口黑手党间谍的身份去打探 Mimic 的情报。所以安武并非双重间谍，而是三重间谍，他被异能特务科派到黑手党，又被黑手党安插到了 Mimic 反过来让他卧底黑手党。安武吐槽自己拿1份工资干3份的活。太宰问安武能透露点情报吗？安武表示纪德的异能很是令人头疼，上头打算让港口黑手党来解决这个组织，但这个异能对于黑手党来说都有些困难。不过和纪德拥有相同异能的织田作倒是可以一战，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胜负还是得看格斗技巧和射击能力。但是异能也有特定性，比如织田作和纪德交手，对方能预判到他的预判。安武说复数异能撞到一块很有可能引发异能暴动，这已经得到了政府机关的承认。这些消息他本该守口如瓶，但他也只能说到这里了。太宰没有对叛变的安武动手，并非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因为太宰知道有些东西挽留不住。安武叹气，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和立场，他希望还能和两人再见面，但织田作却让安武不用再说了。三人到此算是分道扬镳，安武只留下一张3人的合照便离开了。安武离开后，织田作买了零食去看孩子们，结果却发现咖喱店的店长被枪打中胸口，楼上的孩子们也都被抓了，床上只留下一张地图画着红线。织田作听到楼下车辆发动的声音，拉开窗户就看到车里的孩子们在砸窗户，他跳下窗本来想去救孩子们，结果车里却发生了爆炸，织田作被直接炸飞了出去。耳鸣声响起，他只觉得喉咙好痛，仿佛听见有人在大声嘶喊，回过神来才发现吼叫的人原来是自己。想起那位大叔告诉他的话，织田作沉默，他恐怕再也无法提起笔了，因为他已经动了杀心，他只能希望那5个孩子能安息。不过没关系，织田作决定去就来。与此同时，港口黑手党的首领森欧外和异能特务科的首领见面了，而负责连通两人的则是回归本职的安武，两边都在阴阳怪气对方。安武急得满头大汗，双方这次谈判是为了2个目的：第一，放弃对安武的追踪和问责；第二，黑手党负责消灭非法入境的异能犯罪组织 Mimic。森欧暗笑眯眯地表示，第一个他可以做到，第二点他就不敢打包票了。当然，如果异能特务科开的条件好，就是另一回事了。对方拿出了一张黑色帖子，森欧外顿时露出愉悦的笑容。此时太宰找到织田作，他知道织田作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并表示刚才首领去见了异能特务科的人，很有可能这其中还有内幕。他希望织田作能再找一个寄托，千万不要放弃对未来的期待，因为他知道织田作一旦放弃，可能就不想活了。太宰当初加入港口黑手党，就是试图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暴力与死亡，本能与欲望。他以为身边充满这种赤裸的感情，就能碰到人的本质，或许这样自己就能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织田作说，他曾经希望成为一名小说家，因为有人说过杀人就没法写好小说，所以那个时候他
他选择不杀人，但是这个愿望却失败了。太宰伸手想抓住织田作，但正如当初织田作没抓住他一般，太宰也失手了。织田作说他现在只有一个愿望了，太宰知道自己叫不住他了。而织田作离开的时候撞到了一个打伞的少年，此人可不就是讲虎川乱步吗？他看了织田作一眼，表示自己将来可是要成为全日本最有名的名侦探，并且向织田作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他戴上眼镜看了织田作一眼，却突然陷入了沉默，然后真心奉劝织田作不要去那个地方，一旦过去他的下场只有死。织田作却说他知道了，所以他一路杀到了废弃别墅。你们横滨哪来的这么多废弃别墅啊？地很大吗？织田作一路杀了藏匿在森林里的 Mimic 成员，正如太宰说的那般，织田作一个人就团灭了埋伏在房子内的 Mimic 成员。这些人是真的想死，但他们想在战斗中死亡，所以其中一人还剩一口气的时候，很感谢织田作杀死他们，并告诉织田作司令官就在前方。此时太宰也去见森欧外了，要求带一支异能者队伍去救织田作。森欧外表示可以，但他需要一个理由。太宰说织田作拥有珍贵的异能，如果死了对组织来说太可惜了。但森欧外却反问太宰，你觉得织田作真的还想继续活下去吗？他告诉太宰，所谓的首领在领导组织的同时也是组织的奴隶，为了让组织存续就必须得有铁石心肠。此时太宰看见他手上拿着的黑色帖子，瞬间就明白了一切。打从一开始这就是森欧外设的套，他想要的只是这个黑色帖子。太宰转身准备去找织田作，然而却被枪拦住了。太宰说森欧外一直在后方操控3个组织纠缠，即使港口黑手党再怎么强大，森欧外也没打算正面刚异能特务科，他想要的只是异能特务科颁发的许可，可以允许他们经营异能组织的证书。为此他可以牺牲一个虽然拥有强大能力但却不愿杀人的底层下属。此时织田作已经和纪德打了起来，2个人的异能屏障撞在一块，看到的是无休无止的预测，所以2人直接放弃，开始近身枪战。而他们的实力都是经过磨练的，2人都已经负伤了，而他们的实力确实都很强悍。双方派来的成员也赶到了内部，2人的异能撞到一块，织田作明白这可能就是安吾说的异能对撞反应。他们同时解决了对方赶来的支援人员。织田作说自己曾经打算当一名小说家，他遇到了一个大叔，对方把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下卷送了过来，但在阅读之前，大叔提醒他这本书的后段非常的糟糕，但织田作看了后却觉得精彩绝伦。他在指出帮助 Mimic 偷渡的人就是森欧外，并让这个组织引起异能特务科的注意，故意将人带到了横滨，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顺利拿到异能许可开业证，他们的非法活动得到了政府实际上的认可。 Mimic 那群人也有织田作在拼命铲除，他作为首领拿到了最好的结果，而把织田作抚养孤儿的消息透露给 Mimic 的人也是森欧外。因为织田作是唯一能与纪德抗衡的异能者，所以他把织田作送到了对方的门口。森欧外本来不想让太宰去找织田作，但太宰知道首领不会对他开枪，因为这对首领毫无好处。但森欧外却认为太宰去找织田作也没什么好处，但太宰却说因为织田作是他的朋友。织田作说那本小说的后半段很精彩，但唯一遗憾的一点就是小说大结局被撕了下来。大叔告诉他如果想看后面就自己续写，书上还留了一句话，人活在世间是为了拯救自己，临死之前或许能恍然大悟。现在想来，或许送书的那个人早就知道他曾经是一名杀手，可能是想劝他放下屠刀才把书送给他。对方见面的时候就说了名字，可是到现在他才终于想起那个名字，那个人叫夏目漱石，和那本小说的作者同名。纪德曾经是一名英雄，坚信保卫祖国乃他的天职，并以此为荣。上次大战他带领40人的队伍打败了盘踞在堡垒的600余人，那其实是他们军队总部的计策。当时国内已经在进行和谈，军部参谋打算在停火后夺取敌人的交通网，他们成了被利用的对象，行动成了战争罪，被迫当了叛国者与同胞开战。队伍有人信仰破灭而选择自杀，活下来的人失去了祖国，也失去了荣耀，所以他们不断寻找敌人，不断战斗，只求一死。因为他和战友说过，作为军人他要死在战场上，死亡是他唯一的归宿。当然其实他也还有其他的选择，做个除了军人之外的工作，就像织田作一样选择不杀人。织田作说他现在还有唯一一个遗憾，那就是没能和朋友告别。他的朋友厌倦这个世界，一直等待死亡，但他知道太宰和纪德不同，2人同时开枪并一同倒下。太宰赶到现场没能阻止，他不明白织田作为何要和这样的人胡闹。织田作说自己还有话想对太宰说，太宰本来想让他住嘴再抢救一下，但织田作却抓着他认真开口，你觉得置身于暴力和
流血的世界或许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但其实根本就找不到的。因为太宰知道，无论是杀人还是救人，都不会有超出他预测之外的事情发生。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弥补太宰的孤独，因为他太聪明了，对人性太了解了。既然不管在哪边都一样，那就去救人吧，帮助弱者，拯救孤儿。对他来说，或许正义和邪恶并无差别，但至少做个好人好一些。太宰问他为什么会知道自己所想，织田作苦笑，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可是朋友啊。太宰叹气，人果然是为了自救而活呀。他闭上眼睛的同时，也拽下了太宰头上的绷带。2周后，太宰叛逃港口黑手党，找到了异能特务课的负责人，表示自己打算跳槽到帮助别人的组织。负责人愣了一下，说他的档案至少要潜伏2年才能洗白。不过太宰竟然不想到规矩森严的异能特务课，他倒是有个好地方可以推荐，一个灰色组织。时间一转，来到4年后，武装侦探社的古奇和妹妹直美正在吃饭。古奇看了一眼警方送来的关于全镜花的口供，这孩子曾经是港口黑手党收留的孤儿，而他之所以会成为孤儿，是因为父母都被杀了。这孩子被黑手党收留后，被迫用异能杀人，在袭击阿敦的时候被阿敦救了回来，眼下正留在武装侦探社工作。阿敦给了他一把电击枪用来防身，毕竟港口黑手党那边还没打算放过全镜花。另外，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去找一名法官。阿敦看出全镜花非常紧张，问他这是第一份工作吗？全镜花摇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进入大楼杀死2个人，这孩子一直在被迫杀人。阿敦听到后有些心疼，而他们要去给律师送资料，结果在进门前先被警卫拦住了，律师的电话又一直打不通。阿敦表示他们得先搞定警卫。全镜花还以为是要暗杀，得知不是这样的行动后，全镜花表示自己有主意了。他先是把大楼的电闸给搞坏了，然后趁乱跑进了大楼内部，冲到律师的房间就是一个电疗，随后恭恭敬敬的送上文件，结果是被狠狠的骂了一顿。看出全镜花有些失落，阿敦给他送了一个可丽饼，然后告诉他社长那边已经摆平问题了，毕竟全镜花没什么常识。不过阿敦发现控制全镜花的那个电话，全镜花并没有丢掉。全镜花说社长请人改了程序，这个手机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阿敦问全镜花，假如有一天你能操控自己的异能力，愿意留在侦探社工作吗？全镜花惊恐的摇头，他对自己的异能产生了恐惧。没想到这个时候，全镜花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她命令全镜花的异能对阿敦动手，阿敦被直接刺穿了胸口。而命令异能的人叫尾崎红叶，是港口黑手党的干部，异能金色夜叉，和夜叉白雪是同出一辙的存在。红叶表示他非常担心全镜花。阿敦认为黑手党不该再继续支配全镜花，但红叶却突然落下眼泪，说全镜花跟随的不过是伪善之人，让全镜花不要被花言巧语所蛊惑，那些人早晚会让他继续使用异能力，并且还打算带全镜花离开。但阿敦却说全镜花的归宿应该是侦探社，他本想夺回全镜花，却被金色夜叉刺穿腹部。红叶说他已经向首领请求全镜花回去并不会被问责，但全镜花却说他不愿意回到港口黑手党。红叶咬牙，他更加厌恶阿敦，因为阿敦让全镜花看到了光明，看到光明的人是不会再沉溺于黑暗，可一旦如此，全镜花很有可能走向悲剧，所以他准备亲手杀死阿敦。毕竟阿敦死了，全镜花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为了保住阿敦的性命，全镜花答应回去。红叶说他早晚会明白这个道理，可当他牵着全镜花准备离开时，全镜花却突然袭击了红叶，不过对方早有防备并挡了下来。全镜花说自己看到了光，自然不愿意再回头，所以他偷走了红叶的手机，用手机命令了自己的夜叉攻击红叶。与此同时，另外2人也刚来到横滨。红叶告诉全镜花，诞生在黑暗中的话只能沉溺于其中。他理解全镜花的心情，因为当年他也曾向往过光明，但他却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所以他才不想让全镜花和自己一样被灼伤。红叶告诉全镜花，别忘了他的父母也是惨死在夜叉手上的。阿敦听到这里有些不敢置信，全镜花想解释，可到嘴边的话又说不出口。手机摔在地上后，夜叉白雪消失了。黑手党其他人也来到了现场。红叶告诉全镜花，跟着他回去，不用四处漂泊，自己会给他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好在这个时候，宫泽和国木田赶到了现场，两方看起来一触即发。但第三方势力也来到了现场，原来是工会的成员约翰和霍华德，一个异能力是愤怒的葡萄，另一个则是旧日支配者。他提醒他们赶紧闪开，因为货要送到了。此时众人抬头就发现天空中有4个黑影落下，红叶立刻下令扫射，而这4
人还有2个因为恐高没有过来，这次任务对他们来说似乎十分轻松。在他们身后，宫泽、国木田以及阿敦都身受重伤，至于港口黑手党的其他成员也已经倒下了。等阿敦再次醒来，伤口还没有恢复，只见羽蟹野医生抄起电锯就冲了过来，受伤的3人都被完全治疗了。社长得知后表示自己要先出去一下，羽蟹也看出社长十分生气。这个时候森欧外还在哄爱丽丝吃蛋糕。港口黑手党干部之一的中原中野汇报消息，红叶被侦探社的成员给带走做人质，他们不好轻举妄动。没想到森欧外却说去杀了侦探社的社长，只要雇佣别的杀手去解决侦探社，那他们就可以专心收拾工会了。此时红叶醒来，看到的却是昔日的黑手党干部太宰。红叶问全镜花的情况如何了，阿敦说全镜花现在下落不明，似乎是被工会的人带走了。阿敦觉得这都是红叶的错，不过太宰却按住了阿敦攻击的手，并表示剩下的事情交给他，然后开门见山的问织田作港口黑手党的现状以及今后的计划。织田作表示他可不愿意说，那太宰却告诉他自己以前也在黑手党帮忙审问过一段时间呢，他可从来没有遇到过撬不开口的俘虏。太宰反手锁门，露出冷笑，接下来就是大人的时间了。社长出去后去打电话通知国木田，让大家前往晚香堂会合，那是在侦探社成立之前的据点，知道这个位置的人很少，所以他们要在敌方发动攻击之前把一部分人藏起来。国木田明白社长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而社长也发现了自己被埋伏了。电话突然中断，阿敦听说社长可能遇到袭击，立刻着急的想要去找社长，国木田却轻松的把他掀翻在地。国木田说这是社长师傅教他的第一招，而他学习至今从来没有打赢过社长，杀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社长不可能输。而约翰已经向工会的老大弗朗西斯送了情报，说侦探社的众人已经转移了。弗朗西斯可以说相当有钱，他的目标是这座城市。转移到晚香堂的众人见到了社长，社长表示黑手党和工会都盯上了他们，所以他们要同时与这2个敌人对抗。根据太宰收集到的情报，工会资金雄厚，黑手党优势在于人多，所以他们最好分为攻守2方，避实就虚，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防守的重点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羽蟹野医生，只要有羽蟹野，他们人没死就能满血复活。所以社长与宫泽负责保护奶妈和头脑担当的乱步，古奇的隐藏能力和太宰的异能力无效化，能够跟敌人打游击战。这个战略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护基地，一旦老巢被人端了，那可就守不住了。而此时中原中野已经找到了被击败的杀手，森欧外早就料到杀手不堪一击，所以让他们在身上涂了放射性材料，现在已经附着在社长身上，3方都在看谁能先获得优势。森欧外作为港口黑手党的首领，讲究的是一招毙命，他拿走爱丽丝的油画棒，准备给朋友写一封信。另一边，工会的成员牧师霍桑和队友富家千金玛格丽特负责镇守工会的商船，2人却收到了来自黑手党的信。森欧外在信中用最客气的语气说出了最狠的话，首先会毁掉他们补给的轮船，其次会杀死镇守轮船的霍桑以及玛格丽特。霍桑看到信后并没有视而不见，而是立刻加快了补给速度，并对一旁不以为然的玛格丽特解释，眼下他们的轮船正在补给，是防守最脆弱的时候，对方未必需要和他们正面对战，只要偷袭都能把这艘船给炸掉。此时已经有成员抓到了可疑人物，可不就是港口黑手党的炸弹狂魔。此时霍桑割开了自己的手掌，蘑菇头惊讶地看向变成蚊子的血液，霍桑发现他毫无悔意，直接把炸弹扔到了他的眼前。然而蘑菇头根本没受伤，大家都以为柠檬炸弹是他的异能，其实并非如此，柠檬炸弹是他自己制造的，他真正的异能是不受柠檬炸弹的伤害。而此时直升机带来的货舱正准备下落，蘑菇头一个响指，运载的货舱瞬间爆炸，上方掉出了大量的柠檬炸弹。霍桑带着全员下了船，整个豪华轮船已经沦为了一片火海。他告诉玛格丽特，对方并非开玩笑，接下来他们俩就是目标了，只要扛住偷袭，不管来的是多少异能者，都不是他的对手。没想到森欧外已经预判了他的预判，他说工会的异能确实不好整，所以他派出了目前黑手党里最有干劲的孩子。此时霍桑看着被刺穿胸口的下属以及玛格丽特，就连他自己的胸口也没能逃过。霍桑非常不喜欢芥川这样的人，于是2方立刻打了起来。他们俩的异能都是延伸的攻击，2人也很快意识到他们异能相同，现在比的是谁的异能潜在能力更出色。芥川的罗生门咬伤了霍桑，但霍桑也在他身上留下了伤口，并且还能操控芥川的血液把他绑起来。霍桑说芥川恐怕只和比自己弱的异能者战斗过。而此时后方的玛格丽特也爬了起来，她一向自持千金大小姐，为振兴家族而努力，她的异能力乱世佳人直接分化了芥川
川的衣袖。玛格丽特说芥川根本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而此时芥川却发怒了，他怎么可能会没有尝过失败的滋味？上一季被阿敦锤得可惨了，罗生门通过地面刺穿了后方的玛格丽特，当他准备对霍桑发起第二次攻击时，却突然旧伤复发，当场吐出了一大口鲜血。霍桑震惊，芥川竟然从刚才和他们战斗起就带了重伤，他不明白芥川为何如此偏执，但芥川却说他需要得到某人的认可，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于是霍桑也认真了起来，他划开了自己手臂的伤口，血液像子弹一样弹射出去，不过芥川也能割开他的喉咙，但霍桑的血液再度变成蚊子刺穿芥川的身体。此时芥川想起了太宰，立刻放出了罗生门的大招，如同恶犬一般扑咬的黑色影子却咬在了挡在霍桑面前的玛格丽特身上。芥川力气也快耗尽，他想起了阿敦的话，只有听到好好活着的鼓励，人们才会有勇气活下去。道理简单，芥川早就知道了，可是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要好好活下去。另一边，留在晚香堂的社长他们知道通往这个地方只有一条路，路上布满了监控和陷阱。本来雨仙爷还觉得无聊，一旁的乱步提议不如玩全境花牌，结果捧起电脑表情就变了。首领森欧外已经在谋划攻打侦探社的基地了，因为他派出的那个人已经足够毁掉武装侦探社了。乱步在监控画面内看到了中原中野，提醒社长立刻召回攻方。同一时间，武装侦探社的秘书和直美都非常担心他们的情况，而社长他们确认来人之后，先是派出了雨谢野和宫泽。其实两方都知道这一波是来谈交易的。中原中野的异能力和重力有关，也被称为港口黑手党的重力操控使，个人的体术也是相当的惊人。社长知道他这次过来是想做交易，果然中原中野拿出了一张照片，里面是工会的两人，上面还写了可能会出现的地址。段步在后方戴上眼镜，立刻看穿了黑手党首领的计划，这群家伙竟然拿他们侦探社的文职人员做诱饵，这才把工会的那两人骗过去绑架文职人员。中原中野表示，他们虽然现在可以通知文职人员撤离，但他们同样可以赶过去救援，因为工会的人并不知道侦探社的动向，完全可以一举两得。乱步表示，中原中野说的是实话，因为港口黑手党完全可以让武装侦探社和工会撕起来，毕竟两人都是黑手党的敌人，森欧外大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一个阳谋。他们知道却不得不往里面跳，所以社长立刻让人联系了国木田。秘书和直美收到消息后立刻撤离，直美表示有哥哥在，一定会来救他们。同一时间，工会的约翰使用异能力愤怒的葡萄在肉体内寄生葡萄种子，藤蔓长到山间便覆盖了整座山，并立刻找到了撤离的车辆。两人的车很快被葡萄藤蔓缠住，只要他想，甚至能轻松捏碎这辆车。约翰表示他有一件事想拜托两人，直美表示敌对组织的拜托其实就是过河拆桥。约翰说他家也是一个大家庭，妹妹总是会来抢他的食物，不过因为太可爱，所以自己就原谅他了。直美皱眉，既然如此，那你干脆放了我们。约翰表示虽然工会大方，但工作做不完可是要被开除的，为了养活家里人，他不可能放过直美他们，这些人的死活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而此时后方的霍华德发现突然下雪了，原来是国木田和古奇赶到。国木田在后方放倒了两人，古奇爬上去扯开藤蔓，并告诉妹妹和秘书5分钟后会有一辆火车过来，并停运1分钟，让两人趁那个时间上车。本来国木田想争取5分钟时间让秘书他们逃跑，虽然约翰猜到了他的想法，但并不是他的对手。不过约翰还有一个队友霍华德，对方两只手臂张开的触手立刻抓住了两人。约翰趁此机会将藤蔓贯穿地面，成功找到了准备跳上火车的直美他们，并且把直美两人给绑住了。眼看火车就要发车了，直美还在疯狂思考。而此时古奇听说他已经抓到了自己的妹妹。对于侦探社来说，做事或许是有底线的，但对于古奇而言，妹妹直美就是他唯一不可触碰的底线。所谓的正义与罪恶，伦理与自私都不在其中。这时一辆货车开了过来，本来约翰还想着不能暴露，没想到货车直接朝他们的方向来了。约翰立刻意识到这货车根本就没看见他们。对于古奇来说，为了妹妹，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毁灭世界。货车撞过来的同时，被捆起来的古奇他们也被撞飞了。不过约翰被撞飞后，藤蔓也失效了。直美他们趁着最后一刻登上了火车。约翰他们爬起来就发现古奇已经跑路了，刚准备继续追，没想到警方已经赶到了现场。原来两人早就提前报警了。与此同时，火车正在朝站台驶来，站台上阿敦和太宰已经在等待了。太宰深知森欧外喜欢玩计中计，应该会趁着直美他们刚逃走放松警惕的时候下手。果然车上的两人就遇到了一个双色头抱着玩偶的孩子。在站台等候的太宰突然表示自己要去趟厕所，不过他却找了一个秘密地点。身后出现的人是黑蜥蜴的小银以及通口。他早就看出
出有人在监视自己了，毕竟港口黑手党的秘密监视还是太宰当初规划的。不过他也知道这两人并不是来杀自己的，他们是负责过来帮森欧外传话。而森欧外问太宰还有兴趣回来继续当黑手党干部吗？通口说他看过太宰的情报，认为太宰血液中就流淌着黑手党的残忍。太宰哈哈大笑说人是善变的，要知道小莹以前也只有腰那么高，是个惹人怜爱的少女哦。通口震惊，什么？小莹竟然是女生，而且声音还那么可爱。此时阿敦已经接到了直美他们，通口告诉太宰他们是被首领派来保护他的，因为黑手党已经把 Q 放了出来。太宰的表情瞬间严肃。与此同时，直美说他们在车上认识了一个朋友，而 Q 从车上走了下来，故意撞了阿敦一下。阿敦发现他衣袖下面竟然是用纱布缠着的刀片，此时手臂已经被完全割伤。太宰头疼，要知道 Q 放出来可是不分敌我发动攻击的存在，通口却说只要能控制战局，黑手党会不择一切手段。太宰说 Q 之所以被监禁在黑手党的密室里，是因为他是异能者当中最令人忌讳的精神操控性。他把人偶撕开的时候，秘书就被控制并掐住了阿敦的脖子。阿敦想保护两人，现在的他是有力量的，所以阿敦先锤晕了秘书。可这个时候直美也被控制了。太宰说中了 Q 的诅咒会产生幻觉，并对周围人进行无差别攻击，而诅咒的根源就是那个玩偶，一旦遭到破坏就会触发诅咒，伤害了 Q 的人就会中招。被诅咒的人身上会出现被人捏过的掌痕，非常容易区分开来。而此时太宰也意识到不妙，他立刻冲了回去，并且让阿敦看清楚。此时阿敦才发现自己才是中诅咒的那个，秘书和直美都被他锤了一顿。阿敦记忆中最恐惧的孤儿院院长还在骂他是废物，说他什么都保护不好。此时阿敦又看到了芥川，芥川说他什么都做不到，好在太宰及时捡起布偶并解除了异能。不过 Q 也就是梦野久作已经离开了，他的异能就是脑髓地狱，还表示太宰的朋友很容易玩坏，下一次他会折磨太宰，报复他把自己关起来的事情。不过太宰也没客气，说下一次就不是把他关起来，而是刨出心脏了。Q 离开后，太宰叫阿敦跟他一起走，此时阿敦还在打击当中，没想到太宰直接给了他一耳光，并告诉他人如果活在自怨自艾当中，他的人生就是无尽的噩梦。太宰的心情很不好，他说既然对方动用了王牌，那他们也不客气了。第二天早上，工会的首领弗朗西斯收到了下属路易莎的策划书，路易莎似乎对弗朗西斯很有好感，他的策划书写的特别长，弗朗西斯虽然嫌弃，但还是决定看看。对他来说，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工会的据点。阿敦在侦探社见到了红叶，红叶说太宰答应帮他救出全镜花，作为代价他会暂时留在这里。阿敦却知道此时的太宰已经去找政府的特工谈判了，他见的人是安武，如今的安武身边跟着2位保镖。阿敦笑眯眯的走上前，顺走了安武的枪，问他怎么敢来这里，真以为自己原谅了他吗？不过那2人也早就拿武器对准了太宰。红叶明白异能特务科可是目前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秘密组织，如果谈判成功的话，或许能成为侦探社的最大武器，同时他们也可以保下全镜花。红叶告诉阿敦，一个才经过几个月训练的女孩却能杀死35人，这就足以证明她的天赋就是黑暗的，只要这个异能还在，她就永远无法走出黑暗，正如当初的她一样。但红叶却拜托阿敦照顾好全镜花。阿敦从阿武那里得知，工会那群人竟然通过钱买通了外交部，使他们工会的成员获得了与外交官同等的权限，目前法律几乎拿他们没办法，执法机关甚至无法拘留他们。阿武劝太宰趁现在逃跑，告诉下属。而就在这个时候，太宰发现远处有一辆车撞了过来，此时阿敦还一直在等太宰，没想到弗朗西斯已经出现在他身边了。阿敦立刻动手，感觉此人力气特别大，恐怕也是强化性异能。阿敦认为只要打倒这人，战争应该就结束了，结果他根本就不是弗朗西斯的对手，并且还得知对方就是悬赏自己70亿的人。弗朗西斯说他能力一般，不过还有别的价值，并且还打算带走阿敦。正当阿敦以为自己就和以前一样没用时，全镜花竟然走了出来。全镜花偷袭弗朗西斯，这让弗朗西斯非常生气，不过他并不是气全镜花，而是认为这个国家竟然让这么幼小的少女来杀人。此时全镜花已经带着阿敦跳到了河船上，原来他之前并没有被工会的人抓走，而是趁乱去了小巷和贫民窟，那都是他曾经待过的地方，但那里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了，所以他选择了报警，和警方在一起。工
共会就没法对太宰下手了。全金花认为侦探社才是自己的归宿。阿敦想起了红叶说的话，全金花随时可能会暴走，只要黑色的天赋还缠着他。此时全金花却说他第一次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为此就算动用自己隐藏的力量也在所不惜。此时警方已经赶到了现场，本来两人准备向警方求助，但有警察突然收到消息，连环杀人案凶手正在附近潜逃，对方是一个身着和服的14岁少女。于是他的目光立刻落在了全金花身上，全金花察觉到不妙，立刻动手，幸亏阿敦把他推开了，不然悲剧将会再次上演。本来阿敦想带着全金花离开，但弗朗西斯已经拦住了他们。原来路易莎的方案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幕，全金花和阿敦的反击被远方的马克吐温打落，橡胶子弹不会杀人，但会很疼。弗朗西斯的目标打从一开始就是阿敦，他让下属赫尔曼使用异能力白鲸，巨大的机械鲸鱼出现，两人带走阿敦。弗朗西斯告诉全金花，他的能力不适合救人，至于适合什么，只有全金花自己明白。全金花泪流满面，既然如此，为何自己又要看见光明和希望呢？这个时候其他警方赶到现场，全金花已经被抓住了，他只能和希望告别。1周后，被放出去的 Q 在街上乱逛，然后看到了工会的霍华德，笑眯眯的凑上去表示要和他一起玩。 Q 嫌弃的推开，并且在手上缠了荆棘，故意在霍华德身上撞伤，想看这家伙变得癫狂的样子。没想到霍华德突然四肢扭曲，他不太明白，但身体已经抽象了。 Q 愣在原地，你说你招惹谁不好啊，非得去招惹旧日支配者呀。隐身的白鲸在空中漂浮，牧师霍桑在病房中醒来，下意识询问玛格丽特的情况，却听说对方重伤，很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霍桑不明白他为何要在最后关头救下自己，并且嘴中总是提及要振兴家族，而弗朗西斯却告诉他，玛格丽特参加本次行动就是为了偿还巨额的家族债务，不过如今他的梦想应该破灭了。霍桑说玛格丽特的梦想是弗朗西斯掐灭的，所以他已经不指望弗朗西斯了，他会亲自帮玛格丽特夺回家族的名誉。弗朗西斯立刻冲到路易莎那里，并准备启动路易莎的紧急计划。路易莎劝他冷静，因为这份计划和其他计划相比，是对当地居民造成的危害最大的，甚至可能导致横滨陷入一片火海。弗朗西斯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的，不论是白鲸还是他的下属，包括路易莎在内，所有的下属也是他的所有物。既然是所有物，他就有权利保护他们，所以要启动紧急计划，瞬间完成行动，而不是再让下属陷入危机。而 Q 已经被霍华德他们抓了，约翰不明白他为什么想不开要去破坏霍华德的精神。与此同时，阿敦也见到了弗朗西斯，并且发现露西还留在这里做女仆，虽然已经被摸清楚了招数，但露西说什么都想留下，所以弗朗西斯也没赶他走。弗朗西斯表示自己想找一本书，据说这本书任何火焰和异能都无法销毁，并且是世间绝无仅有的，而这本书被异能者预言封印在横滨的某处。阿敦不明白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但弗朗西斯却说他是路标，把他带来也是为了避免阿敦和城市一起化作灰烬。他已经懒得和异能特务科商量了，直接一口气把城市毁掉，再慢慢寻找不是更好吗？弗朗西斯拿出了 Q 的人偶，他们的计划很简单，约翰的异能力葡萄可以让宿主和其他树木融合并共享知觉，所以约翰把整个横滨的树木都和 Q 缠到了一块，这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砍伐树木，然后痛觉转移到了 Q 的身上，他在发动诅咒，这个城市至少有20%的人都会被控制，所以又名横滨毁灭计划。 Q 突然落泪，他说这种力量从来都不是自己想要的，为什么每次发生残忍的事情总是归咎于他？约翰表示神确实存在，但他并不爱你。愤怒的 Q 发出了怒吼，他要毁掉所有人。果然城市里很多人都已经被控制了，此时只需要弗朗西斯撕开人偶即可。阿敦知道这样的代价很沉重，所以他答应和弗朗西斯合作，只求他不要毁掉人偶。但弗朗西斯却说他只会和活下来的人合作。此时横滨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阿敦被关在了小房间内，没想到露西却来见他了，并表示看到这一幕实在是大快人心，他说他最讨厌阿敦了，等他不被需要就会像破玩偶一样被丢掉，到时候阿敦就知道他的痛苦了。但阿敦却说他了解露西的痛苦，露西却说他根本就不懂，冬天洗盘子洗到手开裂，被滚烫的火钩鞭打，这些伤痕的痛苦和疼痛他懂吗？姐姐，人家也是从孤儿院出来的呀。阿敦把衣服掀了起来，他能清楚地说出受伤的地方有多疼，所以他能理解露西的恐惧和孤独，但孤独并非一直笼罩他们的，只是时不时会出现，所以横滨还有其他人和他陷入同样的痛苦。如果露西视而不见，就是对过往的自己的背叛。露西已经张开了空间，他说现在横滨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阿敦说还有救，只要太宰能拿到露西手中的玩偶，诅咒就会解除。露西看到阿敦认真的表情，就明白他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了。阿敦说自己曾经读过一本书，书中有一句话，他从不为自己做的事情而后悔，只为自己没做某件事而后悔。但
但他已经有些记不得那本书叫什么了。没想到这个时候，玩偶给了阿敦一个背包，他手里面装的是一个降落伞，露西一直藏着，准备某天逃跑用的。他告诉阿敦，空间里白色的门连接着鲸鱼的外部。露西表示自己无牵无挂，只要待在这个房间内就是安全的，所以他让阿敦先离开这里。阿敦还是很担心露西的情况，露西叹气，他说阿敦还是太直了，他让阿敦好好活下去，并重新回来把自己救出去。阿敦答应，便立刻跳伞离开。弗朗西斯收到阿敦逃跑的消息，便立刻命令炮击。阿敦坠落的同时，看到下方有人在组织疏散，控制局面的人竟然还是港口黑手党的人。中原中也表示一定要控制好，不然他们都没地方做生意了。此时阿敦似乎明白了什么，而他的降落伞突然被炮弹打穿，阿敦被冲击波砸晕，本以为自己死定了，在幻想中却看到了一直以来的白虎。他一直觉得白虎是厌恶自己的，所以当白虎咬住他肩膀的时候，阿敦叹气，虽然这家伙厌恶自己，但确实也带给了他力量，所以他摸了摸白虎的绒毛，说一直以来谢谢他了。没想到白虎突然全身化，帮他抵住了冲击。阿敦发现自己还活着，立刻捡起了地上的玩偶，躲开上方的子弹扫射，转头却发现大量被控制的普通人。阿敦一心想着快点解决这件事，带着玩偶跑路，但却被马克吐温盯上了，对方点燃了燃油车，阿敦直接被冲击波掀飞了出去。他挣扎着想要把玩偶捡起来，此时有脚步声出现，阿敦抬头发现来的竟然是太宰。太宰说他赢了，并且解除了玩偶的诅咒。阿敦本来想提醒太宰上方有狙击手，没想到太宰却说没关系，然后打开了布置在这周围的烟雾弹。马克吐温也意识到下方的人可能笃定阿敦一定会从空中跳下来，所以提前在这里布置了烟雾弹。他明白自己已经输了。太宰把阿敦带到了安全点，阿敦说自己有一个计划，虽然看起来有些荒唐，但他刚才看到了，并觉得这个计划能够成功。他对太宰提出找人合作的方案，并表示有个组织是整个横滨最强的，也是最保护这里的人，要和工会战斗，和这个组织合作刻不容缓。那个组织就是港口黑手党。阿敦找社长的时候，发现他投喂猫咪未遂。果不田发现太宰昨天才联手拯救了横滨，怎么今天就像个废人一样？太宰叹气，因为昨天阿敦和社长聊了个方案啊。然后果木田就得知太宰和黑手党勾搭上了，社长听说对方一定会过来暗杀他，于是点了点头离开了。果木田百思不得其解，太宰怎么能跟黑手党联系上呢？为什么偏偏是太宰呢？太宰这才告诉国木田，自己曾经是港口黑手党的成员，而且这件事除了国木田之外，其他人都知道。中原中也表示，这次混乱，黑手党死了将近上百人，虽然很不爽太宰，但是他确实减少了更多的伤亡。红叶也返回了黑手党基地，并递上了一封信，说是太宰想和森欧外谈话。森欧外笑了笑，突然想起8年前发生的事情。森欧外以前其实并不是黑手党的人，只是一个情报医生，前代首领年迈昏庸，此前还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毁掉横滨，于是还是医生的森欧外亲手解决了那人，并表示首领是暴毙。当时在现场的太宰就是第一证人，所以森欧外也去见太宰了，两人也有4年左右的时间没见了。关于森欧外送的那件外套，太宰早就一把火烧了。真正想见森欧外的其实是社长。森欧外吐槽他们2个头目私下见面，恐怕异能特务科的人知道后会吓出一身冷汗。社长说自己名下有一名社员提出和港口黑手党合作，一开始社长是不答应的，但考虑到阿敦屡次遭受黑手党枪击、砍杀、绑架，却还是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所以这番话的重量就不一样了。作为社长，他不能无视员工的提议，他也不要求强行结盟，建立一个临时停战协议即可。森欧外表示，你能保证一定不会撕毁协议吗？难道不担心我们这边毁掉协议吗？毕竟没人会知道对方会不会因为利益而背叛，除非他们能达到全面合作。太宰表示那是不可能的，毕竟港口黑手党又好面子又记仇，更别说黑蜥蜴好几次在这里折损了颜面。于是两人直接停止在这里解决问题。他们俩一个曾经是政府的暗杀人员，另一个则是用手术刀动手的前军医，但其实刚才交手全是古奇的幻觉。社长表示今天晚上他们会夺回 Q， 让黑手党不要派人出来干预。他们虽然有矛盾，但也有一个必须要合作的理由，那就是两者之间都很爱横滨这个城市，不会让海外的异能者把这里化为灰烬。好，整半天原来是个环保加爱国片啊。森欧爱表示工会很强，侦探社不是对手，然后又跟太宰说黑手党干部的位置留着，他随时可以回来。太宰摇头，当年把我赶出黑手党的可不就是你吗？毕竟你当初很害怕我哦，怕我像你一样抹掉上一任首领的脖子上位。一旁的黑蜥蜴成员闭眼装死。太宰表示他也反对和黑手党联手呢，毕竟心里有鬼的人看什么都像鬼。晚上广金告诉森欧外，他虽然在
上一任首领在位时就已经效力黑手党，但上一任首领晚年昏庸，朝令夕改，让黑手党盲目扩大冲突，任其发展，这座城市迟早会毁灭。如果森欧外没有继位的话，后果他不敢想。森欧外转头看了他一眼，你想表达什么？广金沉默，然后告诉森欧外，太宰当年应该是理解森欧外的。而此时太宰已经找到了关押 Q 的地方，不过约翰和霍华德已经发现了。他说他们的参谋非常善于预测计划。太宰挂着打了石膏的右手感慨，原来是陷阱呐。森欧外表示他并不是在意太宰篡位，只是认为如果太宰如今还在身边，港口黑手党又怎么可能会惧怕区区工会。于是森欧外让广金调动前线，全面合作不是不可能，不过要先预付一下信用，所以他派出了中原中野前往太宰那边。要知道这两人曾经可是港口黑手党有着双黑之名最凶残的黑帮二人组，也仅限于今天晚上再复活了。中原中野表示收拾完这群人就去揍太宰。太宰叹气，他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所以从早上开始就没干劲儿。而此时约翰也很惊讶，因为计划中并没有这个袭击。约翰还想种树，却被后方的太宰解除了异能。森欧外决定杀工会一个回马枪，两人轻松解决了约翰他们带来的人，互相嫌弃对方为何会出现。这俩当初在黑手党是搭档，但可谓是相看两相厌。太宰跑路之前还在中原中野的车上放了炸弹，他还故意说话来气中原中野。面对中原中野的攻击，他都能躲开，还表示关于中原中野的攻击时机和节奏，他都了如指掌。中原中野冷笑，他只是手下留情罢了，不然早就捏碎太宰的头盖骨了。两人已经发现在下方的 Q 了，太宰还从中原中野身上顺走了匕首，他把刀架在了 Q 的脖子上。奇怪的是，中原中野并没有阻拦他。中原中野也表示，虽然 BOSS 要求抓活的回去，可一看到这家伙，他就会想起受到诅咒如今躺在裹尸袋里的下属，他倒是不介意太宰动手。不过太宰并没有下狠手，而是拨开了那些树木。他又不是傻子，只要 Q 还活着一天，港口黑手党就需要他的异能力来当保险，没法对他下手。中原中野背着 Q 准备离开，太宰把玩偶捞走了，结果中原中野刚出门就被霍华德给拽走了。两人一看这怪物不对劲儿啊，尤其是触手打在太宰身上竟然没有消失，这就证明这个出手并不是异能力。中原中野觉得这个笑话可一点都不好笑。不过太宰提出启动以前的作战，他们两个人甚至还想好了作战代号，拜托有一点暧昧了耶。太宰表示自己的作战可没出过错，中原中野啧了一声答应了。所以太宰作为诱饵，中原中野一拳打穿了此人的胸口，并且用重力压制了他。没想到这个时候霍华德挣扎起来，触手竟然把太宰打了石膏的那只手卷走了，并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触手怪物。中原中野赶紧去看太宰的情况，太宰虚弱的表示自己死前还有一句话要说。中原中野不敢置信，你怎么可能死在这里？果不其然，太宰又变出了一只手，合着石膏只是个幌子，气得中原中野想给他一拳。但眼下想解决这个怪物只有一个办法，毕竟太宰的技能没法使用，那就只有中原中野动用污浊之力。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双黑的理由。当年他俩在一夜之间将敌对组织彻底湮灭，但如果太宰支援没有到位，中原中野就会死，所以要怎么做就由中原中野来决定了。中原中野说他每次都这么说，但到这个时候就证明自己别无选择了。中原中野解开手套，释放了全部的力量，同时自己也陷入了暴走状态。约翰在后方偷偷观察，却被太宰用刀抵住了脖子，并告诉他这才是中原中野的真正力量，他可以压缩周围所有的重力作为攻击手段，但同时他自己也会失控，直到力量耗尽之前都不会停止攻击。而霍华德化身的怪物无论中原中野如何攻击都会再生。约翰冷笑，这种状态下的霍华德可以免疫一切外部攻击。太宰抓住重点，那也就是说从内部攻击即可咯。别忘了他被卷走的那只假手臂呀，太宰早就在里面提前放了炸弹，他按下炸弹的同时，中原中野的攻击也从上落下。太宰微笑，干掉这家伙吧。霍华德消失，中原中野开始发癫，对着周围无差别扫荡。这个时候太宰抓住了他的手腕，成功解除了暴走状态。中原中野踉跄倒地，不是让你事情结束就解除控制吗？太宰表示觉得很有意思，可多看了一会儿。中原中野说自己可是相信他才用污浊的，你最好把老子送回去。太宰笑眯眯的让他放心。约翰不敢
相信他们竟然能打败霍华德，不过中言中隐，最后还是被扔在了现场。乱步接到了来自工会的挑战书，所以他带着羽蟹野一起去赴约了，轻松解答了门口的疑问。设下问题的男子称乱步为宿敌，结果乱步压根就不记得他，此人叫艾伦坡，6年前曾是乱步的手下败将。他邀请乱步过来，是为了让他猜出小说中的凶手，不过乱步对此并不感兴趣。于是艾伦坡表示，如果他赢了，就会双手奉上工会的弱点，其中也包括如何攻下空中要塞白金。其实艾伦坡对工会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乱步的异能力超推理。于是乱步看了一眼这个故事，但这就是艾伦坡的异能力，他能够把读者拖进书的世界。这讲的是个旅客被暴风雪困在洋房内的凶杀案，而主人公是一个私人侦探。他听到深夜有动静，于是前往房间打开门，看到的竟然是被害人的尸体，2扇窗户2个门，钥匙在他自己手上，但乱步却发现眼镜不见了，门后的墙上还写着话。他记得艾伦坡说过，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不找到凶手，他们也可能被害。羽蟹野也被卷了进来，他发现自己的异能无法使用。一旁的乱步说，这是一起典型的不可能杀人案件，没有入口的密室，死者却死于他人之手。不过他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自己的眼镜消失了，没有社长给他眼镜，他就没办法使用超能力了。羽蟹野叹气，乱步还不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异能啊。于是羽蟹野提议，不如按部就班的来调查，但是乱步觉得那一点都不符合名侦探的气场。羽蟹野把其他4个旅客聚集到一块，问他们在案发时在做什么，有人配合，也有人不愿意说。他觉得羽蟹野一个医生凭什么管那么多，然后遭到了羽蟹野手术刀的威胁。还有人推理，钥匙之所以会在死者包内，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利用一些小技巧给他塞回去了呢？但乱步只看一眼就认为他是笨蛋。先不说死者是仰躺，钥匙放在裤包内，外面下着大雪，窗户也没有打湿或脚印。羽蟹野说乱步的状态绝佳，但乱步不愿意承认。其实羽蟹野知道乱步应该隐约察觉到了自己异能力的真相，只是他不愿意承认。要知道那副眼镜可是社长送他的，难道社长会欺骗自己吗？羽蟹野愣了一下，摇头说社长不会骗他，所以乱步又躺了回去。阿伦坡表示，这部小说可是他精心为乱步设计的，一旦进入小说，绝对找不到凶手，也查不出犯罪手法。这不是比赛，只是他的复仇罢了。6年前，阿伦坡在推理上输给乱步，从此放弃与外界交往，终日困在昏暗的小屋中。但同时，他也找到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他想把落在乱步身上的荣耀全部夺走，哪怕最后让乱步灰飞烟灭，也在所不惜。而羽蟹也回到房间，拿着斧头就在房间等凶手。他本来想趁着凶手袭击自己的时候回头看清楚，但反应过来已经被刺伤了。乱步发现不对，赶到现场。羽蟹也说自己没能看清楚，然后告诉乱步，这个侦探社本就是为了发挥乱步的才能才创建的。他至今也很高兴乱步能邀请他加入侦探社。随后羽蟹也就倒下了。乱步捡起羽蟹也遗留的眼镜，艾伦坡还在哈哈大笑，以为先干掉了一个，只要他们找不到真相，就永远无法回到现实。没想到下一秒，乱步和羽蟹也就回来了。艾伦坡不敢置信，他们怎么能找到答案呢？乱步表示很有意思，但他最不该对自己发起挑战。这个故事里的凶手就是本人，主人公杀死了被害人，作者又故意省略了描写，所以只要当挑战者进入小说，凶手行凶的描写就会自动被省略。主人公不觉得自己是凶手，就会一直寻找，但怎么也找不着。至于羽蟹也是怎么被袭击的，这里也埋藏了伏笔。原来在审问4人的时候，对方不经意间透露了高科技的存在。羽蟹也是被自动弹射的金属磁穿透胸口。这个背景设定是在2050年高科技时代下的一个角色扮演山庄内，其他人穿的衣服都是山庄提供的。艾伦坡没有想到自己花费6年的故事就这么被破解了。乱步说他的故事很有意思，可惜遇到了自己。他怎么可能忘记自己解决过的案子？当时他们2人在那里对决过，乱步还是第一次因为其他侦探的存在而捏了一把冷汗，所以他很期待下次再和艾伦坡的比赛，让他努力想出更难的难题吧。艾伦坡愣了一下，于是下定决心更加努力。羽蟹也和乱步拿了资料离开，感慨今天是名侦探发现真相的好日子。不过乱步不承认自己不是异能者，哪怕刚才他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推理说出了真相。羽蟹也问为什么，乱步瘪嘴，事到如今说自己是普通人也太逊了吧。羽蟹也顿时忍不住笑了。太宰看了乱步拿回来的资料，表示这些资料确实好用，但问题是他们要怎么对付白鲸？潜入后放炸弹吗？乱步说不行，通讯方面就会暴露。太宰一想还真是，特务科和宫泽上去会发展成两败俱伤的持久战，如果交给阿敦和古奇的话，效果应该不错。阿敦悄悄偷听，太宰问乱步最后是山吗？乱步一边吃零食一边说是海。阿敦发现自己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聊什么。另一边，露西为了救阿敦已经被工会的人抓了，同时太宰曾去探望被撞伤的
安武，还表示侦探社的雨谢野医生可以帮忙治疗，代价也很简单，他们侦探社有个员工被宪兵抓了，他们希望能在工会决战前把人救出来。安武知道他说的是全镜花，因为杀死了35人，全镜花被拘禁在用于隔离危险异能者的无人机内了。特务科倒是可以通过法外司法交易免除他的罪行，前提是那名少女真的是侦探社的成员。古奇告诉阿敦，所有侦探社成员都是接受过入社测试的，没能通过的人是不能成为正式员工的。当初阿敦也经历过相同的考核，安武答应太宰用疗伤的事情做交易，但是他问太宰为何那辆车撞过来的时候自己的安全气囊没弹出来，太宰露出了阴暗逼的笑容。入社考试一般是测试人心，但阿敦知道全镜花接受的是杀手教育，他怕这孩子在遇到危险时第一时间考虑杀死敌人。古奇带着阿敦到了特务科的秘密地点，这是太宰从那边借过来的小型飞机，一会儿古奇会驾驶这个飞机带阿敦潜入白鲸，因为工会那边准备对地点发动攻击，所以他们要借机潜入守卫薄弱的白鲸并夺取控制权。阿敦曾经进入过白鲸，对地形有所了解，另外工会的人需要活捉他，所以阿敦即使任务失败也不会死。阿敦本来内心是恐惧的，但他还是接了下来，因为有些事情只有做了才知道。在古奇的戏谑掩护下，两人靠近了白鲸，古奇把人送到后就急忙撤离了，却不知道阿敦刚登上白鲸，芥川也将本来属于白鲸成员的飞机控制了，并且杀死了里面的成员，登上了白鲸。阿敦刚登陆就给太宰汇报消息，奇怪的是内部竟然没有防守，他推开门走到庭院，却看到了操控白鲸的老爷子。老爷子表示那些人都已经撤离了，因为这场战争即将迎来终结，工会的敌对者将会在下一波攻击中化为尘埃，并且为白鲸陪葬。老爷子吐槽，你们都不想一下为什么会守备薄弱吗？果然工会其他成员已经撤离了。原来这个计划的第二环是用巨大的白鲸撞击横滨，港口黑手党和武装侦探社的据点都在其中，还有1个小时白鲸就会坠落。阿敦表示老爷子既然是异能力者，应该能够控制白鲸。老爷子表示虽然就是他的异能，但内部已经有70%被置换成武器了，他早就无力操控白鲸了。阿敦本来想让太宰终止作战先撤离，但太宰却说要继续开战，眼下能够阻止白鲸坠落的人只有阿敦了。阿敦问老爷子要如何阻止白鲸坠落，老爷子表示要去控制台，那个东西在顶层的办公室，守卫自然也是最森严了。所有人都撤离了，老爷子却不愿撤离，他认为白鲸坠落若是毁掉了一国，他好歹得陪老友共赴黄泉，毕竟还没有被改造成机械之躯前，白鲸曾那么的美丽，就像一开始的工会一样。结果阿敦前脚刚走，后脚太宰就收到了森欧外的消息，他们黑手党的成员要撕毁协议。阿敦在飞船上见到了芥川，芥川一上来就要宰了阿敦，即使阿敦说横滨可能会被毁掉，他也不在意。太宰叹气，这孩子还是那么独断专行。于是他让阿敦按照自己说的做，阿敦声称耳麦里有太宰，并且太宰想和芥川说2句话，随后就把耳麦给丢了出去。只见芥川喊着太宰的名字就追了上去，我的天哪，不知道还以为被扔下去的是太宰本人呢。结果芥川刚拿到耳麦，小心翼翼的放到耳边，听到的却是电话挂断的声音，伤过的心好像玻璃碎片。此时办公室的弗朗西斯正在跟妻子打电话，他非常的爱护妻子，并安慰妻子女儿还在伦敦留学，不必担心。此时阿敦已经来到了办公室，弗朗西斯便和妻子告别，挂断了电话。控制终端就在弗朗西斯手上，而他就是守护这个控制终端的守卫。弗朗西斯表示自己成功的秘诀就是亲力亲为，要知道白鲸总重量29000吨，若从地面2公里高的高度坠落，相当于140吨 TNT 炸弹。弗朗西斯和他打过赌，两人在同样的距离一起起跑抢控制终端，如果自己抢到了，阿敦就得听他的话，如果阿敦抢到了，白鲸就让他控制。阿敦不相信工会的话，于是在倒计时之前就动了，但下一秒他就被打飞了出去。原来弗朗西斯的异能力是氪金，他异能名华丽的菲茨杰拉德，他可以消耗自己的资产增强身体实力。好家伙，氪老的力量你根本就不懂，什么传奇玩家打虎技呀。弗朗西斯上来就氪了10万美元，他已经很久没用过10万美元的战斗了。不过这点钱对他来说不值一提，毕竟他的妻子1个月就能花这么多，他喵的，我跟你们这群有钱人拼了！而且他早就料到阿敦会送上门来，毕竟路易莎非常擅长预测。说着他还打算卸阿敦一只胳膊，不过这个时候芥川却出现了。另一边太宰已经联系上被困在无人机里的全青花，并表示会教他怎么操控无人机接返回地面，还说侦探社没有救他的必要，毕竟他还没有通过注射考试，并实话实说注射考试是看他愿不愿意保护他人。全青花说已经不需要
道了他这样的人不配。不过太宰却不爱听这话，做过杀手就没有资格做好人。此时芥川走到阿敦身边踹了他一脚，让他赶紧站起来。芥川还嘲讽阿敦，你说不理解我更不理解。胆怯的眼神透露出对自己异能的不信任，却鲁莽的选择参与战斗，也不知道那矛盾的自尊究竟从何而来。一旁的弗朗西斯被无视了，很不爽，不过芥川却一点也不在意他这次过来就是来找茬阿敦，顺便收拾弗朗西斯的。结果弗朗西斯直接氪了50万美元，瞬间就把芥川给吹晕了。你们氪了能不能离游戏平衡远一点啊？并告诉他，成为强者，金钱与权力、异能以及地位都不能少。结果这个时候阿敦勒住了他的脖子，阿敦表示那些东西才不是强者，所谓的强者是为了帮助那些在痛苦深渊中挣扎的人们而存在的，强者只会挥刀向更强者。弗朗西斯发出了他资本家的发言，赚钱的本质就是在压榨弱者，靠压榨的钱来帮助弱者，不是周而复始白费力气吗？弗朗西斯调查过阿敦曾经的背景，他在幼年时2次差点死在孤儿院院长手上，对方一脚踢断他肋骨的时候还说过，比起他尚在襁褓中遭受亲生父母的毒手，他这2下根本连施暴都算不上。一旁的芥川突然皱眉，白金已经开始倾斜，估计要进入下坠轨道了。此时芥川突然理解阿敦奇怪的自尊从何而来了，于是他切开了地面，带着阿敦先溜了。阿敦本来想跑路，但罗生门却一口咬住了他的脚踝。他说阿敦希望有人能对他说一句活下去，并且一直在为此而战，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这让芥川非常的不爽。你不会真的觉得有人会对你说好好活下去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是阿敦还有什么意义？在太宰的教导下，芥川认为只有战绩才是被认可的条件。阿敦疑惑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到太宰，不过弗朗西斯已经追了过来。芥川并不知道太宰现在还在开导全镜花，他告诉全镜花他还不了解侦探社，更不了解他自己的可能性。要知道阿敦在加入侦探社之前也是被通缉的威胁猛兽，但现在他在拼命完成只有他能做到的任务，只是为了守护这座城市。而此时芥川和阿敦已经躲进了电梯，阿敦表示他们不是弗朗西斯的对手，得想办法把终端夺过来。芥川说阿敦果然是蠢货，这家货梯通往的是货运口，真正被逼上绝路的人是他们，不是你俩面壁思过呢，就不能面对面说话吗？芥川都不敢想自己怎么能输给阿敦，没想到阿敦却说芥川明明身居高位，却只是为了彰显力量，让别人害怕他。但芥川却发出嫉妒的声音，明明你这家伙拥有全部，却对此视而不见，还放纵自己沉溺在过去的伤痛中。他有出色的异能，还有贵人相助，没有付出努力，光凭运气就得到了太宰的赞赏。其实太宰也不是没夸过芥川，只是年轻不知道咋教孩子，总是背着孩子在人家面前夸。而此时阿敦也意识到芥川为什么在提太宰了，他明白芥川恐怕是想得到太宰的认可。此时两人已经来到了飞船舱顶，弗朗西斯拿出控制终端，他表示还有10分钟，白金就会下降到无法复飞的高度，一旦超越这个极限，就算拿到终端也无法阻止白金坠落，能活下来的只有拥有身体强化能力的弗朗西斯。芥川称呼其为西装暴发户，并表示只要打败他，自己就不算弱者了。为了得到认可，他将不惜一切代价。于是芥川操控罗生门缠在身上，让异能力驱使自己战斗。阿敦留在原地，明明芥川那么强大，却始终认为自己是弱者，这也太荒唐了。要知道可有不少人死在芥川手上。阿敦向白虎借来了力量，立刻冲过去和弗朗西斯打了起来，结果2个人先吵了起来，他俩都嫌弃对方没用。这个时候弗朗西斯说他俩是同类人，气得2人当场破防，一起给了他一拳。喂，你们俩有点暧昧了哈，卖腐给我看呐！2人打完这一拳也有点撑不住，阿敦提出先休战，抢走终端，毕竟白金坠落，太宰也跑不脱。芥川觉得太宰才不是那样没有后路的人，但被锤飞出去的弗朗西斯又回来了。他表示这个世上除了家人之外，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牺牲，他一定要得到书并复活自己的女儿。弗朗西斯非常爱自己的妻女，可他的妻子因为无法接受女儿的死而患上了心病，至今还在幻想女儿在伦敦留学。而弗朗西斯为了妻子要把幻想变成现实，为了夺回家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即使要赔上所有的家当。此刻弗朗西斯身上弥漫着克老的金光，那是金钱的味道。阿敦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可身后就是横滨，武装侦探社的伙伴们还在等他。阿敦突然问旁边的芥川，自己想从过去的记忆中解脱很蠢吗？芥川说那不是废话，那些折磨过你的话语根本就不能代表你。阿敦叹气，他认为太宰恐怕早就认可芥川了。芥川愣了一下，难得没吭声，而是跟着阿敦一
一起冲了上去对战弗朗西斯，两人被轻松锤到飞船上。弗朗西斯吐槽不小心嗑多了，而在无人机上，太宰还在问全镜花，要是你想以后也可以靠杀人活下去。但是陷入苦恼的人并不只有全镜花，当理想与特长无法统一的时候，人类会感到茫然无措。为了寻找正确的生存方式，大家难免会经历煎熬，不知道要为何而战，要怎么活下去。没有人告诉他们答案，所以他们只有迷茫。而此时阿敦被弗朗西斯一拳锤了出去，这个时候芥川竟然没有趁乱动手，而是伸出罗生门给阿敦铺了路。阿敦想起芥川说的那句话，过去的那些攻击他的话语并不代表真正的他，所以阿敦再一次爬了起来，一跃而起，朝着弗朗西斯打了过去。芥川将罗生门缠在了阿敦的手上，这就是我们热血沸腾的组合技。话说这俩怎么打出组合技的呀？总之这一拳惊天动地，直接把外头的乌云给打散，把克老的账户都打破产了。罗生门解除，阿敦也力竭倒下，两人都不敢想象弗朗西斯还能站起来，没想到一抬头，这人竟然还立着呢。但弗朗西斯也到了极限，账户余额清零的他被传奇踢出了游戏。倒下前他还惦记着自己的妻子，但人已经从白金上摔了下去。阿敦想起控制终端，立刻冲了过去，芥川用罗生门拽住他，最后攻击的瞬间他就已经把控制终端摸走了。阿敦赶紧拿起来解除控制，卡在最后一秒钟停了下来，他顿时松了一口气。芥川一脚踩在他脸上，虽然今天很想把阿敦大卸八块，但现在他的力气也用的差不多了，先给阿敦一脚算了。然而藏在洞窟内的男人露出了笑容，他在远处控制了白金继续下坠。阿敦和芥川也发现不对了，控制终端被一只老鼠黑屏了。芥川猜测肯定有人在搞鬼，两人来到了飞艇控制台，发现这里也无法控制。此时全青花听到了阿敦的声音，老爷子说白金已经被人从外部控制了。此时全青花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还有一个办法，虽然白金无法继续爬升，但只要用某个大质量的物体将它击落就可以了，所以他准备用无人机撞上来。阿敦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于是拜托老爷子帮忙准备降落伞，让全青花也赶快逃离无人机。但全青花却说他是囚犯，脚上还有镣铐，没办法前往设有逃生装置的地方。全青花让阿敦不用再管他了，阿敦知道他是想要同归于尽，他无法同意这样的决定。全青花说他从未看过光明，可是阿敦让他知道自己还能选择，如果自己的牺牲能够拯救大家，那他一定能够通过入社考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就死而无憾了。此时无人机已经靠近白金了，芥川伸手拽着阿敦的领子往后撤，全青花对阿敦说了声谢谢，然后义无反顾地操控无人机撞了上去。最后白金坠落在距离港口很近的大海内，阿敦被老爷子他们带下了飞机，三人落在了岸边。阿敦不明白为什么全镜花非要牺牲，太宰却认为全镜花如果没有想活在阳光下的希望，就不会白白送死。这个时候太宰和社长突然出现了，太宰表示全镜花之前没有通过测试，所以不是侦探社的成员，但是他在选择牺牲的那刻起就已经得到了许可，而加入侦探社的成员，社长就能够通过自己的异能人上人不造，让全镜花能够操控自己的异能，这也是阿敦为什么能控制白虎的原因。所以全镜花在最后一秒控制夜叉白雪，解开锁链，成功从无人机上逃了下来。阿敦一把抱住了全镜花，太宰没有提前告诉他们这件事，这次也算是皆大欢喜了，打倒了敌人，全镜花也通过了考核。阿敦一下就想起太宰和乱步聊天的内容，说最后的位置是在海上，顿时明白这一切他们都算好了。此时芥川也叫住太宰，说今天一定要让他认可自己。太宰说他都没力气了，不过还是拍着他的肩膀说他变强了。下一秒芥川就眼含热泪倒下了。看着横滨的夕阳，太宰告诉阿敦是他保护了这个城市，阿敦这才露出了笑容。关于横滨的这场混乱终于宣告完结，但关于异能特务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安吾叹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休息，不过幸亏操控白金的老爷子能够配合工作。老人表示他现在只想看海。安吾说如果老爷子愿意提供情报，他们可以放过工会其他无关成员。老人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但安吾却知道他是前代工会的会长。最后小的白金跟着老爷子和安吾一起离开了。约翰叹气，他从来没有想过白金会坠落，会长弗朗西斯生死未卜，现在工会算是无头苍蝇。马克吐温决定回国写自传，路易莎说自己要去寻找弗朗西斯，他相信弗朗西斯一定还活着。约翰说自己不打算回去了，他要留下来镇压混乱的工会。马克吐温都有些惊讶，他一向以为约翰很讨厌弗朗西斯。约翰表示他确实讨厌用金钱控制别人的人，但想到弗朗西斯为了拯救家人而散尽家财，却落得如
如此下场，他实在做不到潇洒离开。霍华德看事情落幕，契约也完成了，便表示自己准备去睡觉，然后当着3人的面一头扎进了海里。之后全金花也在阿敦的带领下正式加入侦探社，也得到了众人的欢迎。国木田也找到2人，本来是想夸他们的，可是话到嘴边又变成了说教，最后在雨谢野的警告下才不好意思的夸了一句干得漂亮。但光明磊落和无愧于心，阿敦觉得还不够，于是他找到直美和秘书道歉，受自己在 Q 的影响下对2人动手了。不过2人早已习惯，并不生气。但是一旁的古奇却出现了，细说你对我妹干了啥？庆功宴的时候，乱步还把艾伦坡叫了过来。艾伦坡觉得自己是敌对组织的人，不合适出现在这里吧。不过乱步说有事，他先坐一下。看得出来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艾伦坡觉得自己可能被放置 play 了。另一边，森欧外和中原中野以及红叶都在庆祝胜利。中原中野问森欧外要惩罚芥川吗？森欧外表示芥川有独特的嗅觉，每次都专断独行，大闹一通却反而能成功，只要他能成功就不必追究责任。森欧外倒是好奇红叶为什么没逃走，毕竟从侦探社脱身对他来说非常简单。红叶笑了笑，他说自己可能只是比较喜欢那里的茶，但其实太宰那天关上门是和红叶做了个交易。他说自己有办法救全金花，如果能办成，可以同时保全他的性命和梦想。红叶说太宰已经看穿了结局，真是个可怕的男人。一旁的中原中野不爽的移开视线。森欧外说红叶很强，他也知道红叶的过去，红叶宠爱的全金花已经不在黑手党，如果他想离开，他们也没办法阻拦。红叶笑了笑，没办法，他还得帮自家不成器的首领重振组织呢。森欧外也笑了，不过可惜他的爱好目标12岁以下太行了，真是可遇又可求啊。庆功宴结束，阿敦却没有看见太宰，此时太宰正在和黑蜥蜴的广金见面。这次计划能成功也多亏了广金。广金表示他只是把潜入白金的事情告诉给了通口而已，只要通口知道了，芥川一定就会知道。芥川听到消息后必然会单刀赴会，和太宰一开始猜的一样，只是广金不明白太宰大费周章让芥川和阿敦碰面是为什么。太宰说他只是为了确认一件事，方便应对接下来真正出现的灾难，因为藏在暗中的老鼠已经开始行动了。从工会脱离的牧师霍桑和老鼠合作，目标是让玛格丽特从植物人状态中醒来，而这个老鼠费奥多尔亦能明罪与罚，他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太宰告诉广金，他曾经遇到过一个恶魔，并有预感早晚会和对方对战。虽然芥川一个人已经拥有足够强的破坏力了，但退到后方支援的芥川的异能才能充分发挥。如果再加上阿敦那样速度快又耐打的前锋配合，两者的实力会变得更加强大。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战斗，他需要超越曾经双黑的新力量。广金问他耗费如此大的力量只为保护这个城市究竟是为何？太宰说他的友人曾经说过，既然哪边都一样，不如做个好人，这样至少活得精彩一些。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白爆肝队3号机，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